但其实，在 MAGA 这一环当中呢，也看到 Intel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呢，Intel 最近跟台积电开始在接触啊，商讨什么呢？投资、生产或合伙相关的事宜。那么 Intel 呢，最近在找这个大客户，而且非常的积极。好，我们拉出一个时间序列哈，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8月份呢，取得了软银挹注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川普呢，在8月11在白宫跟这个 Intel 的 CEO 啊，执行长陈立武会面，特别又对于陈立武呢表示高度的赞赏哈。先前不是还把他批的这一无是处吗？但是后来表达对他的赞赏。上个礼拜呢，AI 晶片的这个辉达啊，就是他们宣布呢对 Intel 投资50亿美元入股，那么大概是有4%的股权。好，我们要问的是陈立武哈，因为他是财经底的，他是这个做财务投资啊，他包括并购都很厉害的哈。那另外呢，台积电哈，就是现在的魏哲家董事长呢，他是电机工程博士，所以一个是财务底，一个是技术底。我想问一下聂老师哈，因为现在大家也在看一个问题，这个财务底的陈立武，他到底找台积电，那跟台积电要合作，他的思维架构怎么看？我觉得财务底、技术底其实是相通的。你懂技术也要懂财务，懂财务也要懂技术，只是你偏哪一块。基本上魏哲家，基本上我把它叫做 academic， 他是学者派。他从耶鲁大学电机毕业以后，他的确有技术，但是他不懂财务，也没办法运作。他必须了解产业的深度。那另外一个叫 practitioner， 就是实践者，就是实务家。那这个人呢，讲不好听是财务底的，他非常厉害。我这样讲好了，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华人。他在新加坡长大，他受到教育，他现在刚好65岁，还是走到高龄化的步骤。但我要讲的是，他的路程也非常清楚。他 MIT 当时读的是核工，后来发觉当时的核工已经没有好的未来以后，他就走进去读 MBA， 专门就是走财务这一块。结果呢，他主要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叫矽谷，人只要到矽谷，你只要够 smart，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看到一些别人的技术，你要懂技术啊。人家新创技术，人家可投的地方，我跟你讲，这种人我身边非常多。因为我们现在教财务，我以前有点技术，我是工学院转过来的。现在一个重点就是我的学弟也是 MIT， 跟他性质很像。现在在美国教书，那我们常联络。我跟你讲，这些人他都会到矽谷里面去变成做连续创业家，然后去开了公司再卖。这些人啊，都会有相同的特色。这些人很会搞钱，会弄钱。我跟你讲，这些人讲不好听，你讲 VC。我们讲在教学生讲你要进入比较前端，搞到投资银行的，你就是比较属于的财务的前卫，你就有办法知道资本市场怎么运作，真的搞到钱、拿到钱，甚至赚到钱。我先讲一下魏哲家，我们讲说他今天怎么会被人家那么肯定，说穿了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的在财务甚至实践到他成功的一部分。一个人的历史很重要，尤其要有成功的经验、成功的历史。说不好听一点，他在募资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是要有眼光的，他的眼光看准之后，他的几个大投资都赚到钱。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叫 Warden 这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很重要的创始人。我只要是创投界都知道啦。今天只要 Warden 去投了你这个新创，其他都跟进了。就像在台湾，我要扶持的一些年轻人说，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大咖进来，其他钱就会进来。第一个找国家行政院国家开发基金，只要他天使轮基金或怎么样进去，你就会成功。他就是那个叫 Warden 的 International 创始人，而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是人家的所谓的 Warden 的这个 fund 也就是基金的合伙人。你要知道，当他走到这个创投的时候，他多少的成功的创投的投到好的新创案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火候之后 ，Intel 他是今年2025年3月10号，他接了 CEO 这个位置。各位知道啊，美国现在要制造业回流，他发现有3大问题：第一，没有人才；第二，没有技术，没有基础建设。但最想要就是高阶的晶片这种的制程。但他发现有基础建设，就是 Intel。各位想想，上世纪最厉害的哪一家 CPU 属于谁？全部上面就写着 Intel 5个字。现在那么差了，对不对？但它基础建设在，所以川普一定要想办法，所有东西都灌进去。所以你要搞软银，搞了20亿，找辉达搞50亿，他还要找台积电，也希望台积电投他，因为他现在要突然去训练人才，突然去弄技术，突然弄其他的基础设施，没有办法。没有关系，他扶不起，对不对？找几个大人物把他带起来就可以了。其实英特尔他不是扶不起，确实，也就是他只是没有在后面太自信，没有追上而已。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那最后讲的就是陈立武，就是因为他成功的过去的经验，让川普也看到了，所以 CEO 也是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在运作这一块了，是不是一定能成功，我们还要等着看。好，那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半导体代工呢，其实有一张图表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要讲的是说呢，在晶圆代工的部分。真的是全球高度的分工化。比如说呢，晶圆代工呢，当然7成5是中华民国台湾啊，尤其是台积电为主。
那当然也因此呢，台积电被称为是护国神山哈。中国大陆在晶圆代工呢占的比率大概是1%左右，美国更是少哈，只有2%左右。那包括 IC 设计，包括晶圆代工，包括还有像是市场材料等等，还有封装测试啊。封装测试其实台湾也是相对来说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好，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啊，全球行销长以及台湾区的总裁叫曹世伦。日前呢，他就在这个经济部产业技术司还有中经院共同举办的2025台日科技高峰论坛上，他指出，他特别就点到这个重点，他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会突破1兆美元，甚至在2040年渴望达到2兆美元。但他特别强调是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必须透过全球协作，大家都得合作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这真的是点出了一个重点，江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是晶圆代工，你就可以看到，这只是晶圆代工的部分。另外，像是封测也好，像是我们都知道，比如材料是以日本为主啊，那 ASML 就是他们是光刻机，所以全球半导体的分工现况，告诉我们一下。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产业链，我们从最上游来看的话，要先从 IC 设计嘛。那最主要 IC 设计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那有 IC 设计就有 IC 设计工具，那这全部也是基本上都是在美国人的手上。那在 IC 设计，大概美国占比有71%。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忽略那个苹果公司，它也是 IC 设计公司。AMD 它也是 IC 设计。博通、NVIDIA、高通，它都是 IC 设计公司。那再来就是韩国，在 IC 设计，它其实也占了3%左右哦。然后再来就是下一步就是做到制作，制作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台积电，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大概占了75%左右，很大一部分是靠台积电、联电等等在做哦。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中国，其实在晶圆制造的部分其实也开始在迎头赶上了。那主要的话还是着重于在成熟的制程。那再来做完之后，要到后面的封装跟测试。那最主要的话，台湾占了50%。那以日月光为主啊。那美国当然也有，那中国也是迎头赶上，大概是在第2名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设备，那设备最主要的话是以美国、荷兰跟日本为主哦。那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台湾的形势大好，其实台湾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的占比大概只有1% 左右，所以我觉得在政府在投入预算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往设备来去做补助，我觉得会对台湾的市场会有非常大的带动很大的一个作用哦。那目前来说，政府很大一部分是把预算是投入在 IC 设计里面哦。那包含精创计划，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补助 IC 设计。那再回到刚刚提到的说，2030年之后呢，那其实有预估整个半导体市场规模大概1兆美元哦。那主要是什么在赚钱？伺服器、资料中心跟存储哦，大概占了3400亿美元的这个样子的规模。那提到说，刚刚有讲到Intel， 那 Intel 跟拿了这么多投资之后呢，它会不会去威胁到台积电？这也要看说到底，要卖给谁？那卖的时候它成本贵不贵？回归到市场机制，那台积电做出来就是良率高又便宜，相较于其他比如说三星或者是刚刚讲的 Intel 或者是华为，那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以市场面为主。OK， 其实这让我想到，因为刚刚肖老师的分析上面让我就想到说，之前我们常常谈到所谓的全球化哈，全球化就是高度的分工哈，大家各自有强项。那刚刚透过图表我们也看到，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强项，特别是在半导体的产业当中，不可能所有人就是一条龙全包了。可是现在看到，就是您刚才也特别提到，晶片设计的部分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那制造的部分当然台湾不用说，还有就是特别中国大陆的制造确实这几年让大家不容小觑的，因为它的制造能力实在非常的强。所以老师您的理解是哈，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比重这样的一个分工的部分，因为全球化已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在
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不断在加强它在晶片设计这一块的能力，而在美国这边呢，不断去提升它要制造的能力。可是它没有办法提升它制造能力的时候，只能拉，包括像台湾在内，包括像日本在内，它这个版图会如何的变化？你觉得？其实说穿了，刚刚有提到说，到底是谁去买它？那主要的话，台湾很多，因为不是说很多，几乎都是做代工。那代工的话，你要看到你的原厂是谁。比如说苹果，它要求你所有苹果很多说，它要求你的安规，它要求你在哪里代工，它要求你用什么样的制程。主要其实大家回想一下，很多公司都还是美国品牌，包含辉达。所以美国今天品牌商要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因为台湾说穿了，它只是代工。刚一直不断的提到，那每个国家它都有它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比如说美国，它有喊出2030，希望先进制程能够占全球占比大概30%，实际数字有点忘记。那要怎么样达成？这其实才是我们该反思的。那再来，马来西亚它希望它的封装能够占比在2030，也是2030，很奇怪。能够占比到全球的30%，那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台湾很多的厂商就往这2个地方去做靠拢。那第一个当然是政策支持，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我的组装厂在哪里？我的制造厂在哪里？因为说实在的，半导体不是单一厂商能够存在的，它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那包含其实美国SEMI 其实有调查说，在2024到2028。中间全球会增加80座晶圆厂，那主要65座还是集中在亚洲。那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看我最后要在哪里做，最后卖给谁。OK， 所以也要看你的买家是什么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辉达哈，有一张图表，来这边给大家做个参考。最近看到说，包括辉达还有呢 OpenAI 跟甲骨文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联盟 ONO 联盟那也有一些分析是看到说。那确实蛮高招的，为什么呢？因为是 NVIDIA 辉达投资 OpenAI， 那要建立的是大规模的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呢 ，OpenAI 呢向甲骨文来买他们的超级算力，那甲骨文呢再向辉达买他们超强的 GPU。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 triangle， 这样的一个三角的循环正好就是不断去做大他们，特别是在 AI， 特别是半导体也好，还有未来 AI 的运算能力那《纽约时报》也分析特别提到了半导体，他说这些半导体大厂的加入，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帮助 Intel 转亏为盈，但是这很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其他的企业加大对 Intel 的投资。言下之意就是说，很多钱就会进到了 Intel， 好，包括呢那些试图赢得川普青睐的大公司所以大使，您觉得就这些大厂的投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投资 Intel， 投资陈立武，顺便也投资 MAGA 的川普吗？其实这样子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对不对？到底是投资 Intel 还是投资陈立武，还是投资川普？我的答案就是投资川普。OK， 非常清楚因为你刚刚讲的 ONO， 我最近看一个朋友也在谈这个问题他三者都互利三者的股票这个案子一出来以后，三者对股票都上扬嘛，对不对？那叫相互投资嘛。所以呢，不过这个对 Intel 这个厂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一个投资，它的本身的商业性那么还有就是说，我认为是比较弱的，因为这件事情川普是非常关注的。陈立武曾经被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指明说他要赶快下台，根本对他还认识不是很清楚，就要叫他下台。那然后呢，从拜登开始到川普，都要求很多人去 Intel 投资。美国什么时候管到这么多了？美国是一个纯社会、纯资本主义的一个政经体制跟美国政府多次要人家去投资，我们台积电被传言多少次要去投资，对不对？去投资 Intel，原因是什么？无论就是要救这间公司对不对？在商业竞争里面，你不行了你就垮掉就好了。可是美国的可能政治人物认为这个 Intel 不能让它垮，那不能让它垮的话，就要别人去投资。我们台积电什么都被点名了，很多公司甚至韩国厂也被点名了，就要去救 Intel。
那最后叫这个谁去投？NVIDIA 去投资它，对不对？现在又讲这个还有别的公司也要大家都要去投资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NVIDIA 跟 Intel 是竞争者啊。Intel 为什么现在落入今天的境地？它也在做 GPU 啊，它是 CPU 起家没有错，可是它也做 GPU， 它产品卖不过 NVIDIA 啊。它跟 NVIDIA 是在一个怎么讲竞争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让他拿40亿、拿50亿去投资它？我说穿了，我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好了。第一个啦 ，Intel 是美国的亲生小孩，这个是亲生的。然后 NVIDIA 呢是移民的小孩，是移民的小孩。那我们台积电是什么？是外国人的小孩。连小孩都不是，就是个外国人。对，那川普这些人基本上民族主义观点是很重的 ，Made in US 还一定要 Made by US Company。Intel 是美国这方面的招牌，所以他们在出手救这间公司，而且是政客叫别人的投资人去拿钱救这间公司，救不救得起来不知道，可是他就是要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一步战略大棋的相关布局，无非就是在为后来的做准备。什么样的后来呢？就是 AI 的大算力。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中国大陆早就清楚这一点，也在做相关的准备。马上回来。